第16天，一早搭高铁到苗栗丰富站。位于苗栗后龙的客家圆楼，仿自福建永定的土楼、郑成楼，具旅客服务中心及展演功能，于2014年10月25日开幕。然而为兴建客家圆楼，苗栗县政府拆除了该地原本具有在地客家特色的四方窑与八卦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土楼虽为珍贵的建筑世界遗产，但并非客家人独有，漳州和泉州地区也有闽南人居住在土楼。新港社族人自称为 Tokat， 位于苗栗后龙，分为东社、西社，为县内族人最多和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部落。新港社也是目前苗栗唯一保存千田记忆和族语教学的部落。伊能嘉矩在明治30年6月28日的踏查日记曾如此记载：后龙是个特别输出港，本是欧人的故社，附近还有已经规划的平埔番居住。午后到其东方半日里处的新港社、新垦访查，新港社番本来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形成一个番社。后来人口渐进增加，地方太小，无法容纳更多的人，直到数十年前，有90多个人迁到起西房树町处，形成一个新社，汉人称为西社，而原来的新港社称为东社。现在东社有60户622人，而西社有39户304人。东社就头目刘登春，曾经在日军开进本地的时候，率先出面迎接，并担任日军的向导。新港社的风俗、语言都已汉化了，只有女子仍然保留着番族的法式，而老人也还记得番语。新港社也流传着一支歌谣，大意是这样的：郑成功大肆征发新港社和附近的番人死亡不计其数，续修台湾府志，引用海上事略，记载如下：康熙壬戌1682，魏正守基隆，凡须军饷，指北风盛发，船不得运，西差土番接地，男女老河西，背负公义，加以督导辩目，酷司鞭挞，相率作乱，杀猪射伤，往来仁义。新港仔、竹县等社皆附焉。新港社第一次归附朝廷，当时的头目名字叫家褒，是在明正时代即已规划的熟番社。不久，家褒的儿子猫老卫也向清廷归顺而被赐姓刘，同时获得清朝衣冠。从那时候起才改用汉俗。不过族人之中仍有顽强不肯归顺者，因被汉人攻击而逃入山中避难。目前南庄地方近山地区还有这些人的后裔。事实上，今苗栗斯坦底一带的原住民原本就和新港社有族亲关系。斯坦底的头目 Tiokan 屌公当年即因不肯归化，才被汉人驱赶到现在的居地。然而虽然远离新港社，每到祭祖时节仍会到新港社参加祭拜。刘小乃是清末新港社的土木刘登春，在坊间的传说中，他被称作最后的藩王。1895年8月，日军进入苗栗时，就由他及刘承恩、林玉兴、刘光辉出营，担任向导。刘登春的先祖及续曾在各种文献上出现的猫老卫，透过古文书，我们推知猫老卫主要活跃于乾隆初到嘉庆期间，曾经担任新港社土木、通事和业户等职务。据伊能嘉矩记载，猫老卫因归顺清廷赐姓刘，与妻子九谷共同获颁清朝衣冠。猫老卫有3个儿子：道生、肃生和敬生，3人曾接受汉文教育，经常为族人代笔。过去苗栗议员刘顺清和县长刘正宏在选举期间回到新港社拜票时，亦会强调自己是 Tokat， 以和族人拉近距离。自2002年起，新港社恢复中断50多年的千田收获季。旧名猫里的苗栗，系从一声马里社 Pauli 音译而来，原意是指平原或平坦地形。郑成功将苗栗归属天兴县管理。1670年，刘国轩率部众垦殖彭山8社、后龙5社，为汉人早期开拓苗栗的发端。郑克爽降清后，清政府改天兴县为诸罗县。光绪15年设县时，改称苗栗。苗栗是自乾隆末年垦民大量拓垦而形成一街六庄，以前习惯称苗栗为六庄。
乾隆年间，猫里、嘉治阁两社合为猫阁社。清光绪中叶，猫阁社移居崇南6里，男女共280余人，其后裔仍居该地。这地名即为凡社。乾隆46年，刘敏杰社长教读于猫阁社，土木子弟随他读书。当时汉元已开启地，猫阁社遂举足迁阙2冈坪，其原社地多让与刘敏杰。公馆就称爱寮下，为客家人北移苗栗开发时的核心区。1737年，广东镇平的客家人徐华军、徐华店兄弟入垦。1817年，以客家人吴林芳为首，组织了84股开垦10围墙。中小邑一带，客家人出在伏击，石墙开垦时设爱寮守卫，因伏击就称上爱寮，故称公馆皆为爱寮下。道光年间形成街市，后因当地多为官府办公或公共建筑之办公事务所在地，因此在1896年初设公馆区庄场。1920年实施地方制度后设公馆庄，此后公馆之名沿用至今。1935年的新竹、台中地震造成公馆庄250人死亡，1294户住家全坏。公馆五股宫沿线庙身在1997年曾被评定为3级古，2000年庙方拆除建立新庙。出黄坑位于苗栗公馆的南端，坐靠龙船山，面向后龙溪，这里是台湾第一口油井，也是亚洲第一座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矿场。出黄坑的背斜构造蕴含丰富石油与天然气，早在清朝时期便因溪水中的油花吸引百姓开作。清朝曾邀美国技师凿井，但无功而返。日本时期矿场逐渐扩张，建有台车轨道、榄丘董朔溪，并形成140口油井的开垦区。2战后由中油接收，1950年代达到繁华巅峰，生活设施完善，成为当地重要社区。至今中油石油探勘处仍在运作，天然气管线四通八达，助力苗栗及北台湾的工业发展。从陶器、砖瓦等传统产业，到台肥苗栗厂的前身木华尿素厂，皆因天然气而繁荣发展。1861年，越籍番哥秋狗在后龙溪畔发现台湾的第一个原油漏头，开启了台湾油矿业的历史。1864年，秋狗将开权租给商人吴林芳，但隔年又以更高价格租给英国商人约翰陶德，引发争执和械斗，最终官府介入调解，并在1870年捕获秋狗，处以死刑。官府随后以外商无权在内地开矿为由，查封油井，台湾的第一次石油开争端就此平息。吴林芳人生故事曾在民国69年被拍成电影原，民国98年可夹电视台向导演张取得授权，再次以客语重新诠释，吴林芳也因此成为客家垦拓的代表。铜锣湾地区宣教始于潘打毛里传道与潘安四弟兄父子，与苗栗教会林彼得牧师开拓道，结潘美丽姐妹等家庭聚会。出信者需步行往母会苗栗教会礼拜，受洗者至少有8人。因无教堂，故租屋聚会礼拜。若是要洗礼、守圣餐，则必须前往苗栗教会。崇光诊所建于1949年的诊所兼住宅。刘兆芳在2战期间曾担任日本海军的随军医官，主要在南洋战区服务。战后，他在购得铜锣车站旁300坪土地后所建。崇光这个名字来自于皇民化运动期间刘家的日本姓氏。这座房屋的设计灵感来自他在菲律宾看到的西班牙式建筑，因此建筑风格融合了中、西、日3种元素，是台湾少数具有这种特色的医师诊所兼住宅。刘木沙回忆，当时就台币贬值，为了筹改屋费，父亲刘兆芳除了行医外，
每天清晨在天后宫前晒花生卖钱。经过2年的努力，他们终于积攒到近10两黄金，才得以开始建屋。刘兆芳还亲自前往太平山挑选块木作为建材。当刘慕沙升上初中2年级时，崇光诊所正式落成。刘家武表示，当时诊所是铜锣乡最显眼的建筑地标，甚至在公馆乡的基隆山上都能看到。刘兆芳为人自律慎言，对家人也十分严厉。他因长子参加读书会而被关押在立岛监狱，对外省人产生厌恶情绪。然而，刘慕沙与外省人朱兴宁私下交往，最终他以代表苗栗参加省运网球赛为藉口逃家。1955年，仅带着一面网球拍和一叠合唱团歌谱前往投奔仅见过4次面的朱兴宁。在当时的台湾，本省人嫁给外省人的观念十分保守，尤其是在铜锣这样的客家庄。刘慕沙的行为惊动了乡里，刘兆芳因为这件事导致胃病复发。刘慕沙在高雄凤山写信给父亲，但未得到回应，直到他的叔叔刘兆家来到凤山找他，他才在不告知朱兴宁的情况下返回家中。当父女俩重逢时，父亲刘兆芳说了一句：“你还晓得叫我爸爸？”随后2人一起落泪，彼此达成了谅解。1956年和1958年，朱天文、朱天心2女相继出生。1959年，朱兴宁调职到国防部，刘慕沙在铜锣生下了朱天一。在刘兆芳的坚持下，崇光诊所的样貌维持原貌，并无装设冷气机。侯孝贤在1984年就以崇光诊所作为登东的假期的场景，曾有侯孝贤的日本影迷真诚组团来此参观。电视剧《风中飞鹰》、《孤恋花》、大将许庞兴也都来此取景。2004年7月22日，崇光诊所列入历史建筑，旅客可藉由苗栗县文化局预约内部导览。2018年10月10日，朱兴宁与刘慕沙纪录片《鸢未央》在崇光诊所开镜，2022上映。疫情后，诊所目前仍然没有开放参观。三义乡就称为三叉河，这是因为西湖溪，其称达那巴溪、达木溪、大坑溪等3溪在此汇流，故有此称。日据时期改为三叉河庄，台湾光复后以叉字字义不雅，而于民国42年10月更名为三义乡。其中一位同事的脚起了水泡。境内木雕产业发达，因此有台湾木雕王国之美名。除了木雕与客家文化外，因穿越三义乡的台铁就山线在乡境内，遗留有以圣心车站为中心的多项铁路遗迹。2016年，三义及南庄2乡同时通过国际慢城认证，苗栗县也成为台湾唯一拥有2个通过国际慢城认证的城市。三义早期北部是平埔族达那巴社的居住地，南部则是巴仔族的移居处。苗栗县巴仔族群协会理事长潘大川表示，巴仔族只崇尚祖灵信仰，新年庆典在农历11月15日，正值冬季庆丰收之际，制作传统食物阿拉果、抓大鱼、走标比赛等。潘大川指出，台湾原住民中，巴仔族与阿美族的身材比较高大，巴仔族生性勇敢，崇敬自然，擅长野外救生技能，在黑夜中也行动自如。5点56分到达三义车站，到前面的小七日晴门市吃晚餐，吃饱后送2位同事去搭车，感谢他们今天的陪伴。我继续前行，约40分钟可到今晚的住宿。广盛老街及金枝复兴路为三义发展之地点，因育人开辟尖方公路、金庄镇路，北通苗栗，南达后里、台中，且设有小铁路，台车可载人、货通苗栗，故商业区渐移至金钟镇路，产生新市区，因此金枝复兴路乃被称为老街。7点27分到达今天住宿，正在旅行。以上是第16天丰富到三义。